深夜，同栋楼的404家婴儿哭个没完，微信的楼群也炸锅了。不一会儿，404的业主发信息了，马上掐死，保证不打扰大家。在404发出这个信息之后，整个群里都鸦雀无声了。因为奇怪的是，婴儿的哭声确实马上终止了。好几分钟之后，群里才一蹦一跳的出来几条信息。302说：“不是，大半夜的，不要开这么惊悚的玩笑。”504也说：“就是喽，小孩子哄一下就好，不要负气嘛。”601更是关心道 ：“X404，邻居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忙吗？”402显得有些惊慌，确实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我什么都听不到了，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小孩子怎么一下就不哭了？在402说出这句之后，大家又陷入了沉默。我也彻底精神了，因为我住的是他妈的401跟404同一楼层。在我有限的印象中，我记得404住的是一个奇怪的一家三口。男主人是个瘦瘦高高的老实人，一看就知道性格孤僻。哪怕见面的时候，他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，说起他的妻子跟未满岁的孩子，但明显地是尬聊。女主人更是从来没见到过，可能是我只有上下班出行，而他又忙于照顾孩子，一直被困在家中吧。挺奇怪的一家人，挺奇怪的男主人。所以仔细的一想，他还真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事。不过好在事情是虚惊一场，因为504马上又发出来一条信息 ：“X404，你别下完我们就自己睡觉了，再不解释一下我就报警了。”404这才蹦出来一条信息，是开玩笑，孩子他妈起床喂奶，哄了，不哭了。我也才松了一口气。但奇怪的是，群里也没有人搭腔了，可能大家都被吓了一跳吧。我正打算放下手机继续睡觉，没想到另一个群里又弹出了信息。点开一看，是前阵子我们刚搬进来时团购家具的群，里面没有404，说话的仍然是504，你们发现没有？404家不对劲。402马上回应，哪里不对劲啦？504接连发了几个消息，前面哭了半个小时，孩子他妈都不喂奶，况且小孩子也不是大人，哭声都是由强至弱，吃上奶也会嗷几声，不会戛然而止的。我就觉得事情不对劲。这个团购群里只有8户人家，因为我们是回迁的楼梯房，入住时间短，入住的人也不多。整栋楼6层，每层4户，一共也才入住了10户人，都是单身汉比较多。其中4楼就有3户，包括我所在的401，神秘的404一家人，普通的单身汉402。在504质疑之后，402马上也回应了，别瞎想，难道人家还能真把自己儿子给掐死吗？这时候601也发话了，还真不好说。前几天我看到404的男主人杀了一只猫，402似乎很震惊，你别吓我啊，302却马上反驳，杀猫又怎么了？杀猫就会杀人吗？况且那还是他儿子啊。601马上又连发几条信息解释，首先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有暴力倾向。其次，他跟妻子的关系似乎也不是很好吧，就没看到过他们一起出过门。最后都说到这儿了，你们有谁见到过他妻子吗？这话可把醒着的几家人都问到了。我也仔细的想了想，就算身为同一层楼的邻居，我也没有真的见到过他的妻子。群里醒着的504、402、302都表示他们也没见过，纷纷的表示确实奇怪。最后302还是表示要不然我们报警吧。可这时候504却问了这么一句话，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报警，算不算浪费公共资源啊？我本以为他才是最想弄清楚情况的人。就在他们都犹豫不决的时候，402又发话了，哪有这么复杂，他们就住我旁边，我过去问问不就完事了。504马上说，那也行，那你注意一下，看看他什么情况。601跟302也纷纷让他尽量的态度好一些，主打一个关心，而不是寻责。看到这里，我更精神了。睡觉是不可能睡觉的，我一个翻身就从床上下来了，然后小跑到玄关。因为门外都有个消防拐弯口，所以猫眼是看不到别人家门的。我也没有开门，只是贴在门上听。我听到了关门声，一定是402出来了。他还挺有礼貌的，居然没有按404的门铃，而是轻轻地敲门了。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之间居然没有发生任何对话。404开门声太弱，我没有听到，但是关门的声音我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这就结束了？是他俩是太小声说话我没能听得见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？而这时候群里又传来消息了，402他家没什么事，我们多虑了，都睡觉吧。我盯着手机屏幕愣住了，我并没有听到402回家关门的声音，绝对没有。他出门的时候明明把门关上了，回家怎么可能不开关门？莫非他进了404？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惊。而屏幕上601302都表示没事就好，睡觉睡觉，只有504没有说话。然后我发现他居然发私信给我了，兄弟，你肯定没有睡吧？孤家寡人平时还喜欢熬夜，我不信你睡得着，群里的消息都看到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不过想想也正常。504跟我一样也是孤家寡人，我们偶尔会一起开黑，都是能熬的人。
所以我也不避讳，回了信息给他，迷迷糊糊的就没发信息了，但都看了，不是结束了吗？我不敢跟他说我刚刚听到的异常，我比较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发私信给我。504也直言跟我说，兄弟，你有没有觉得事情不对劲？我当然觉得不对劲了，但我还是不敢轻易的告诉他，免得节外生枝，所以只是回复哪里不对劲了。他的信息回得很快，明显的精神也是紧绷的。402啊，你邻居啊。他最后回的那个信息，我觉得不对劲。你有没有发现他平时打字有一个小癖好？什么小癖好？我连忙回到群里，把聊天记录拉上去，针对性的看了402的发言，然后我才发现，这兄弟他平时打字几乎每一句都会给一个装嫩的语气词啊。但是他见完404之后，那句劝大家睡觉的句子却没有用这个语气词，显得严肃了不少。这是不是意味着……我不敢想下去了。只在手机上继续回复504，是那个阿字吗？你觉得最后那个信息不是他本人发的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听到门外有一些轻微的响动，像是收紧了声音，轻轻下脚的步履声音。我忍不住凑近猫眼，这一看可把我背脊都看凉了，因为门外404男主人那张诡异的脸居然也在往猫眼上凑，我吓得双脚发软，差点就踉跄了。但我知道我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不然就露馅了。天知道他把402怎么了，天知道他会怎么对我。不过好在我突然想到，这门上的猫眼是个单向猫眼，也就是说，我刚刚眼睛对上去的时候，就算他已经瞄准外面那个孔，他也是看不到我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才稍微的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所以我壮着胆子再次凑上了猫眼。但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透过猫眼，我居然看到外面空无一人，404男主人已经消失不见了。速度那么快吗？虽然一切像是恢复了平静，但还是有非常不对劲的地方。但那时候的我心惊胆战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我拿起手机，看到屏幕上504又发了好几条信息过来。没错，我觉得那不是402那小伙子发的信息，而是404男主人。不过也没办法证实，这3更半夜的该怎么办好呢？要不我试一试打402的电话。我连忙回复他，别打他电话，你还没打吧？说实话，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只是我自己。如果他的手机真在404男主人手上，那么504一打电话，不就暴露我们了吗？尤其是刚刚发生的一切，让我觉得404男主人肯定意识到什么了，才会往我们这里靠。只不过我没有在群里发任何消息，我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才勉强的让他不找我麻烦而已。而一旦暴露，离他最近的可是我，倒大霉的大概率也是我。才住进来不久，我可不知道这个房门能抵挡下什么级别的冲击。不过好在504回我的信息是没有打，怎么了？打他电话不是能直截了当的确定是不是他本人吗？况且他肯定还没睡着，但是不确认最后一条信息是不是他发的，我就睡不着了。我轻轻地呼了一口气，没有打电话惊动他就好。那时候我已经打算报警了，但为了让504不坏事，我还是决定把我刚刚的遭遇告诉他。打字叙述我刚刚碰到的一切，还真花了不少时间。而504看完之后，直接震惊了，卧槽，太恐怖了吧！我就说那个信息不是402小伙子发出来的了，我立刻回复他，我打算报警了，你千万不要打402的电话，让警察来处理是最好的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504居然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过来，我早报警了，你不要乱跑，更不要像402那样胡乱的跑到404里去打探情况啊！等下警察来了会联系我，记住千万不要出门，等我信息，然后一起跟警察解释。我回复了一句好的，之后才稍微的放心了下来，因为只要警察来了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。可是504两次强调让我不要出门，终于让我意识到一件事，我突然明白，刚刚我为什么会觉得有地方不妥了。因为我明明听到404关门的声音，但是当我往猫眼上看的时候，却看到了404男主人那张脸都关门了，他还在外面，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回自己屋子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出去，如果他真的有暴力倾向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显然504也想到了这点，但那时候我的脑子实在太乱了，根本没有怀疑到另一点504的思路为什么会那么清晰。我回到客厅，也不敢开灯，只能瘫坐在沙发上，耐心的等。手机又不断的亮屏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504把刚刚没睡的601302还有我一起拉了个小群。504把他的疑惑说了出来，顿时601跟302也被弄精神了，纷纷的询问情况。504也一一的解答，并且把我碰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但他最终的目的明显地是最后一句，放心吧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等警察来处理就好了。打扰大家是因为，如果警察有需要，还请各位配合描述今晚碰到的情况。601与302纷纷的表示没问题，毕竟404男主人说要杀死自己儿子，已经足够惊悚的了。再加上402兄弟的不知所终，这是不彻底的弄清楚，估计今晚谁也睡不好觉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，警察终于来了，但并不是直接来到4楼，因为报警的是504，警察也先去找了他。
504在小群里发了信息，警察到了，我正跟他描述情况，一会儿他可能也会找你谈谈 X401。我连忙回复，没问题，主要还是弄清楚404家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有402现在的情况。又过了几分钟，504发来消息，好，他下去找你了，他让我不用去，说还没弄清楚，太多人走动不好，影响其他睡着的人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连忙又小跑到了玄关处，凑在猫眼上往外看，可惜我是看不到404房门的，只能继续听声音了。然后我听到了电梯开关门的声音，以及皮鞋的脚步声。警察来了，但是好像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。警察停在了404的门口，敲门，可能是没有得到回应，他拨通了电话，听声音应该是跟同事说话，帮我用派出所的户籍系统查一下某某小区 X 栋404户主的电话，马上要用到。顺便查一下402，可能也会用到，马上发给我。过了几十秒，他又继续对着手机说话，你好，请问你是404户主吗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家有噪音扰民现象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。小孩生病了。原来如此，这边没什么事，我会跟报警人沟通，你们先忙。挂断电话，他又拨通了另外一通电话，只不过这次声音更小，我也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随后脚步声又开始响了起来，听声音越来越近，他是往我家的方向而来了。我没有提前开门，而是静观其变。随后他果然敲门了，我从猫眼看了出去，发现对方确实是身穿警服的警察，但是帽子压得很低。有人的，马上开门。我应了一声，正准备打开反锁，但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这位警察竟然隔着门对我说，不开也没问题，大半夜的免得让你担惊受怕，我就说几句话。505住户说，你也对404住户今晚做的事感到疑惑，我刚刚已经问清楚了，他家孩子哭闹的厉害是因为生病了，现在一家3口也在医院，微信上的发言完全是气话，请不必过多的担心。原来是孩子生病了吗？但也不对劲，因为在404主人发出那个恐吓微信之后，他的孩子马上就不哭了。况且我随后还在猫眼里看到了他，这又作何解释？至少说明他肯定没有去医院，他的孩子也不是因为外出我们才听不到哭声的，也有可能是真的被他掐死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402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也相当警惕。既然警察允许我不开门，我也就真的没有开门，而是隔着门问道，好的，那402住户呢？他应该是去找404了解情况了，然后就没有回家。警察的声音却非常坚定，他回家了，我刚刚也打了他的电话，他是半睡半醒接通的，已经确认了他的人身安全，因为夜深我也没有让他出来。那一刻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，402什么时候回家了？那时候我明明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。外面的警察继续说着话，另外我是负责这片辖区的民警，如果还有什么事直接打我办公手机就好了，不要拨110，转接起来比较费时间，我的号码已经给了504住户，他说会发给你们，今晚的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好的。虽然我口头上是这样答应的，但那一刻我却对这个警察产生了怀疑，凭什么让我不打110？但下一刻我却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怀疑，我继续通过猫眼往外看，我看到警察转身而去，可是紧接着那张诡异的脸马上又贴在了猫眼上，是404男主人，我被吓得一个踉跄，直接腿软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门前就那点空地，为什么警察发现不了他？我壮着胆再次凑近猫眼，而外面的情景更加诡异了，而且还是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诡异。警察正在等电梯，可是404男主人却颤颤巍巍地走到他身后，死死地盯着他。这个警察，他居然毫无察觉，我都惊呆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随后电梯门打开，警察进去，转身按了电梯按钮。此时的他理应是跟404男主人面面相对的，可是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仍从容地让电梯关上了门，仿佛他根本看不到有人现在电梯门口。他就那样离开了，我目瞪口呆。而那时404男主人缓缓地扭过头来，他又往我这个方向看了，我吓得浑身哆嗦，立刻转身冲回了房间，跳上床瑟瑟发抖。我才明白，原来有问题的不是警察，而是404男主人。看那样子，警察也是被蒙在鼓里，因为他完全看不到404男主人，真的完全看不到。是因为404男主人不是人吗？还是说有问题不会是我吧？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他吗？越想我的脑子就越混乱。而在我经历这些事的同时，手机群里也跳了很多信息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连忙点开看了起来。504跟大家说了警察的调查结果，并把他的手机号码也发在群里。302质疑为什么要打警察手机这件事，但504给出了完美的解释。我也问过他，他的意思是110电话是指挥中心，打了还要调控给他，需要时间，但是打他办公电话他能马上赶过来处理，他也不用跟110再做报告，是双赢的。这么一解释，我就完全理解了。警察是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的是404男主人啊，
从头到尾都是他的问题，从他微信发出要掐死自己儿子的信息开始，就预示着这一切了。504让大家可以睡觉了，意思也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可是我觉得肯定远远的没有完结，我也不想独自面对，所以我立刻打字把刚刚看到的诡异现象全都说了出来。这一说，群里其他3个人都炸了。504接连发问：不是吧？你会不会看花眼了？怎么可能？警察都看不到他。302也表示震惊：兄弟，你有没有吃什么药？你说的越来越悬了，我都被你吓到了。我也解释不清楚，只能跟他们承诺，我个人精神状态是非常稳定的，但我确实搞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突然，一直沉默的601也给我发私信了：兄弟，我觉得302有问题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我又被问懵了。302有什么问题？我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。601继续说：我们的阳台都是没有封窗的，是可以一层一层的爬上爬下的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他说的没错，但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这跟302有什么关系？601继续说：302跟402一直都不对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俩因为楼层隔音问题吵架好几次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之前你听到的402小伙子去敲404门那会儿，会不会那人根本就不是402的小伙子？不得不说，601的脑洞是真的大，但也是有原因的。我也是后面才知道，为什么他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况且，我是完全不知道302跟402两户还有这样的恩怨。当时我也没有弄清楚情况，就回了一句：不是402小伙子，难道还能是302吗？没想到601的回答却是那么肯定。没错，302敲完门之后就往楼下跑，所以他也不需要回到402，不是吗？我又惊呆了，这真是个脑洞大开的想法。你是说302从阳台爬上了402，然后601表示我也只是猜的而已，你为什么会看到404房主我不清楚，但前面那件事如果是我猜的那样，可能302已经把402给杀掉了。这段话让我整个人都凉了。为什么601会突然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杀人？就算是吵架也不至于杀人吧。针对302，我们突然又多了一个小小群，群是601拉的，自然是把302排除了，只有我跟504。我还在混乱中，他俩已经滔滔不绝的在商量了。再报警肯定不行，警察才刚刚走，再乱报警，搞不好今晚都得去派出所报到了。但置之不理也不行，如果真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，那搞不好大家都会有危险。他们说来说去，总结了2个要点：一是404男主人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，说不定他把自己家人都给杀光了，所以婴儿才会在那一瞬间就完全的没有了啼哭声。而他接警察的电话，很有可能人还在家里，是在演戏。二是402小伙子，他非常有可能像601所说的那样，已经遇害了，不然不会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只不过是302还是404杀了他，这一点并不好猜。只要有一点点线索，那我们就可以报警了。问题是这一点点线索要从哪里找？601居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：401兄弟，要不你去敲一敲402的门，只要听一听里面有没有回应就行了。如果没有，那说明警察打电话给他时，接电话的肯定不是他本人。而同时，504不仅同意这个建议，甚至还对他自己也做出了规划。没错，你去确认402的情况，我也想办法确认404室内的情况。如果404男主人真的搞出什么大事了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的。我打算从阳台往下窥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瞄到什么。601马上提醒，不要用光照射呀，不然一下就暴露了。504表示同意，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401你呢？你能过去看看402的情况吗？说实话，我有些犹豫。在猫眼里看到的那些诡异画面，已经让我心惊胆战了。我不太敢打开那扇门走出去，万一404男主人就等在门口，那我不是送命了？而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我又收到一条私信，是302的。他也不跟我废话，直接对我说：你有没有发现601好像跟402一样，换了一个人似的？到这里，我的脑子已经差不多转不起来了。601指责302有问题，而302却反手说601像换了一个人那样。我连忙回他：怎么说？你发现了什么？302的信息也来得很快。601之前说话很有逻辑的，会带上首先其次这样的助词，但是他沉默了大半个小时之后，说话就变得没有任何逻辑了，也就是警察来了之后的事。确实如此，302这番话我是有感同身受的，因为刚刚601质疑302时所说的那些话，确实并没有太大说服力，一点都不像是原本那个严谨的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到底要如何验证他们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？就在此时，302发来了更多消息，说到警察，我也发现问题了，你那边是一个警察上门的，对吧？可这是违规的，单独一个警察根本不能外出执法，他们必须2个人才行，哪怕有一个辅警都行。所以我也想问你，你确定只看到了一个警察，对吗？我回复道：是的，只有一个警察非常确定。302又在信息里说，事情肯定有蹊跷，我得再报警才行，而且不能打那个手机号码，我觉得事情不对劲，我直接打110吧，
之后他的信息就停了下来，应该是在打110了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也认真地捋了捋今晚发生的事。我突然想起一个不对劲的地方，那就是504。一开始他是不同意报警的，但是后来却又是他亲自报警的。如果说那个警察有问题，那不就说明其实504也是有问题的吗？顺着联想过来，一开始拉小群的也是504，他拉那个小群之后，就开始了报警的戏码，一直持续到他发了那名警察的手机号码。难道那个小群是为了不让我们打110的吗？那么上门的警察却没有让我开门，也许也能说得过去了，因为他是假的呀，隔着门也许我不能识破他，但如果开门坦诚相见，说不定我一眼就看穿他是假的了。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已经侧向于相信302了，毕竟他是真的报警了，而且还是打的110。可是302接下来发的信息却让我焦虑不堪，打完110了，但因为说不出太好的报警理由，所以接线员说让附近巡逻警员过来查看一下，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。问题是接线员说此前他们都没有收到我们小区的任何报警，所以千万别出去，锁好门等警察就好了。我也弄不清今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我选择等。果然，如果302没有说谎，跟我猜的相契合了。504是有问题的，他根本没有报过警，那个警察也是假的，难怪他当时帽子压得很低，因为电梯间是有监控的，他应该是不想被拍到样貌。至于404男主人到底怎么回事，虽然我也弄不明白，但这一切纠葛在一起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不过，这都是建立在302没有说谎的前提下。如果他说谎了呢？如果他猜到我要去查看402的情况，所以专程的跟我说这些，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呢？因为这个时候601跟504又在小群里催我过去402敲门了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思考了好一会儿之后，我决定留在屋子里，出去实在太危险了。但我还是耍了小心机，我小群里说了这么一句：好，我现在过去敲门，等我消息。当然，我肯定不会出去的。然而我发现小群里在我说出这句话之后就静了下来，他们都在静静地等着我的反馈。不是的，情况真是瞬息万变。就在10几秒之后，我突然听到阳台那边有声响，像是脚步声。但是阳台怎么会有脚步声？我仔细地认真听了一会儿才明白，居然是鞋子踩在墙壁上的声音。我朝阳台的方向认真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发现黑暗中居然有一道不易察觉的麻绳在晃荡。那一刻我慌了，因为我想起601说过的话，他说我们这栋楼阳台都是没有封窗的，是可以上下攀爬的。那么601往下爬，只要爬2层，不就是我的阳台了吗？我立刻冲进厨房，拿了一把菜刀出来。我站在阳台跟客厅的交界处，举着菜刀，可是双脚却忍不住的在发抖。果然，有人顺着麻绳下来了，他还穿着一身制服，像极了警察的服装。我彻底的明白了，也许这个人就是刚刚假装警察的那个人。我举着菜刀，正想着要不要冲上去，先下手为强，但那个人却矫健的在护栏上落地了。那一瞬间，他也看到了我。而我虽然手里有武器，但心里却还是怕得要命，脚都吓软了。不过，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个从天而降的歹徒，他居然保持着双手抓绳，一动不动的姿态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比起警惕，他看上去更像是害怕。没错，是的，他居然在害怕。几秒之后，他发出了一声尖叫，鬼呀！同时，他的双手也突然脱手，整个人毫无征兆的后仰摔了下去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更傻眼了。他盯着我，看到的是鬼？不对，他盯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身后。那一刻，我也感觉到自己身后凉飕飕的。我缓缓地扭过头来，居然再次看到了404男主人那张诡异的脸，恐怖的脸。接二连三的刺激让我大脑一片空白，瞬间就晕了过去。醒过来的时候，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家灯火通明，而且还有好几个警察在。他们见我已经没事了，就打算给我录口供，同时也告诉了我今晚这一切的真相。原来今晚我们这里进了2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A 跟 B， 他们打听到我们这里是回迁房，认为我们都是有钱人，所以打算来大干一场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专程的穿了保安的制服，以让人放低警惕。他们是从04户型外面爬上来的，204跟304都没人住，他们扑空了。但是404不一样，那是虽然有些孤僻，但是美满幸福的一家3口。歹徒 A、B 进到室内之后，残忍地杀死了里面所有人，包括未满周岁的婴儿。不过404家中并不富裕，2个歹徒并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们心有不甘，所以又爬上了504。没错，一直拿着504主人手机发信息的，其实是歹徒啊，从头到尾都是。这也解释了，哪怕当时另一个歹徒扮演警察下来调查，504也没有露面，那是因为真正的504主人早就死了。在抢完504之后，原本2个歹徒是打算跑路的，但歹徒 A 却突然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，那是他的私人手机，被警察找到的话，他就彻底的暴露了。
这也是他们停滞在504的原因。他们是打算爬回404寻找手机的，但那时候404却响起了一阵诡异的婴儿啼哭声，声音之大，把多户人家都吵醒了。2个歹徒都懵了，因为他们确认已经把该婴儿给彻底的杀死了的。为什么他还会哭？他们也百思不得其解，只能拿着504的手机观察群聊状况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之后402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去404打探情况，事情开始超出歹徒们的控制了。而402小伙子其实他是进了404的，因为最后警察也在404屋子里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他。至于他是怎么进去的，没人知道。不过也正是402的突然失踪，让当时的2个歹徒更加迷惑了。他们害怕自己杀害404一家的事情被识破，以为是402小伙子在使什么计谋。因此他们除了要想办法找手机之外，还要想办法找出402小伙子来。所以504才会私信我，哪怕我根本就没有在群里说话。所以那时候歹徒 A 扮演的警察不让我开门，除了怕我识穿对方是假冒的之外，还是有另一个原因的。因为他们不知道402的小伙子是不是在跟我一起演戏。如果是的话，他一个人闯进我的房子，说不定还会被我们反杀。而在 A 假扮警察跟我说完话之后，2名歹徒直接杀上了6楼，把601的住户也给杀死了，目的只是为了占据一个好的方位。我住的是401。302猜的没错，601确实是换了一个人。他们多番试探之后，最终选择让歹徒 A 从阳台前进来，试图把我以及藏在我这里的402小伙子一起杀掉。但不幸的是，他被404男主人吓得直接坠楼了。而歹徒 B 呢，他也一样坠楼了，因为他身上的安全绳是跟歹徒 A 身上的安全绳绑在一起的。他甚至一头撞在了歹徒 A 的头骨上，加速了2人的死亡，可谓死有余辜。这就是这个离奇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了。我们唯一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是404的男主人，他是化成鬼了吗？当然，在警察的笔录中是不可能这样记载的，但我至少知道他根本就没害我的意思。因为我还发现一点，他拿了402小伙子的手机，发的消息是他家没什么事，我们多虑了，都睡觉吧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明明他一家3口都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甚至他可以用信息告知我们真相，他也没有那么做。可能是因为他也觉得歹徒太危险了吧，所以宁愿让我们置身事外。他已经遭受不幸了，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平安。